穿越了宇宙洪荒，凝练了天地玄黄。纵使摆脱了六道轮回，也难逃那天地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东方武神战无极之墓，这是真的吗？这真的是当年那位纵横三界六道、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战无极？难道神也难逃一死？西方战神凯撒之墓，凯撒？难道是那位身披黄金战甲、手持黄金圣剑的西方主神？东方修仙者牡丹仙子之墓。西方智慧女神纳斯之墓，东方五仙李长风之墓，东方修魔者奥苍天之墓，西方大魔王路西法之墓。天啊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难道昔日的神灵都已死去，都埋葬在了这里？但是东方仙幻大陆和西方魔幻大陆的神灵怎么葬在了一起？我是从坟中爬出来的，我是陈南。我已死去，可是我又复活了。天啊，到底怎么了？既然我已死去，为何又让我从坟墓中爬出？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在一次决斗中已落败身亡，然而此刻却……最为坚硬的金刚岩墓碑都已明显雕刻上岁月的沧桑，这大概需要万载岁月吧。沧海桑田，万载岁月悠悠而过。嘿嘿，千古一梦啊！三头魔龙该瑞之墓，武圣凉风之墓。看来除了神魔之外，这里还葬有一些人类中的强者和为数不多的异类修炼者。1000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号称永生不灭的神魔为何死去？仙幻大陆和魔幻大陆的神灵为何葬在了一起？我为什么会被安葬在这里？谁能够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神死了，魔灭了，我还活着。老天，你为何让我从坟墓中爬出？我将何去何从？吹乱了他脏兮兮的长发，也吹乱了他那颗孤寂的心。浓浓黑雾盖青天，犹如已逝的神魔在哭泣。10000年了，身体还没生锈吧？森林里的一阵阵低吼，不过他没有在意。当洁白无瑕的花瓣飘落在枕头面前时，他眼前一阵模糊，尘封的记忆被慢慢打开。那也是一个落花时节，他想起了心中的那个他。沧海桑田，人世浮沉。陈南迎面的走来一位老人，这是他在世为人后见到的第一个人。那晦涩难明的语音令他心中一阵发凉。他蓦然醒悟，已经过去10000年了，早已言语不通。让我去打水？难道他要我在这里当苦力？当老人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时，他知道错怪了老人。那双枯瘦的手指递过来一套半新的衣衫，老人显然是想要他换洗一下。我该怎么办？不懂现今大陆的语言，就不能和人沟通，那我还怎么在这个世界生存啊？陈南感觉苦涩无比，亲人朋友早已魂归幽冥，红颜知己也早归黄土垄中，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孤单的活在这个世上，他觉得了无生趣。究竟是我摆脱了历史，还是被历史遗弃了呢？哎，谁叫你没有墓碑呢？恐怕今后你要从世人的记忆中消失了。这样也好，少一分荣耀，多一分平淡。
清清静静，免受人打扰。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吧。行走在街道上，此时陈南又是欢喜又是忧，喜的是他的前夕生活就要开始了，忧的是他不懂大陆上现在的语言。奇怪，刚刚我明明感觉到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股古怪的气息，仔细探寻之下，怎么会没有了呢？他是一个修道者，这类人不是很少在尘世行走吗？陈南，你要记住，能够看透我们家传玄宫内息流转的人都不简单，不是真正的武学高手，就是出世的修道者。你要格外小心，重塑肉身，凝固元神，达到与天地齐手，与日月同辉的地步，这就是修道的最终目标，也就是仙道之际。而我们武人所要走的道路，则是逆天修身，从而达到那传说中的仙武之境。在大多数人眼里，武人所走的道路不如修道者，但是他父亲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陈南已然明白，武者并非不能和修道者相抗。不知道父亲最终是否踏入了仙武之境，如果是的话，也许还有父子相见之日。但是那片陵园内如临的神魔墓碑，如果父亲踏入了仙武境界，恐怕也难逃。天地虽大，何处是我家？天地间一点，一道神在一方，人语点狂乱大于世事。万年前，陈南出身于一个武学世家，在修武方面有着极高的天分，被所有人看好。然而后来一个噩梦开始，他修炼的家传玄功不进反退，竟然从第二重天的大成之境跌落到第一重天的中阶。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屹立在武道巅峰，这样的一个家族必然被八方关注。陈南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，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，冷嘲热讽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令他无所适从。不过有一个人始终坚信，有朝一日他必能够大放异彩。想起那个他，陈南一阵黯然神伤，心中涌起难疑。雨仙，知道吗？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当时没有对你说。我爱你。少发一世，红颜一老，雨欣是陈南心中的，是他一生的。陈南不变方向，行走于雨声中，他感觉胸腔的生热，一股血腥味自腹中涌上来，他张嘴吐了一口鲜血，倒在了泥水中。你醒了，年轻人真不知道轻重，下雨天还在外面跑。虽然我听不懂你老人家说啥，但是你救的我，感谢你。语言不通嘛，你先休息吧。陈南，我等你，再相见。浮华落剑，平淡归真。登高者必自卑，行远者必自昂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重要的不是你正站在哪里，而是你正朝什么方向。10000年了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呢？我要重新开始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已过去了半年。半年里，陈南不断调整心态，接受了现实。他不再彷徨，不再迷茫，他已逐渐融入了这个社会。自从能够听懂现今大陆的语言后，陈南终于明白，这个世界在这万年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原本仅有一海峡之隔的仙幻大陆和魔幻大陆，在一次剧烈的大地震中相连在了一起。东方的仙幻大陆和西方的魔幻大陆均有其独特的灿烂文明。两块大陆相连后，由于文化不同、信仰不同，两大种族之间爆发了战争。孩子，
神木之谜这个问题，不光你一个人想知道，大陆上很多人都想知道它的答案，但它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。是不是当初2个大陆全面爆发战争时，直接导致了众神参战？孩子，你很富有想象力，但事实上，远在2个大陆大战爆发1000年之前，神魔陵园就早已存在了。没有人知道它确切修建于何时，更没有人知道它被什么人修建。什么？2个大陆还没有相连在一起时，2个大陆的神灵就已经……不错，众多的神魔之墓被发现时举世皆惊，无数的修炼者向那里涌去，就连魔幻大陆的修炼者都险渡海峡前去凭吊。自此之后，神魔陵园被尊为圣园，人们将史上的一些强者葬在那里，以示尊敬。可是，神魔陵园位于2个大陆交界地带，当初2个大陆相连在一起时产生的大地震，为何没有将它摧毁呢？神魔陵园始终是个谜一样的所在。既然我已开始了新的生活，就应该抛却过去的一切。神魔陵园以及守墓老人，就让他们留在我的记忆中吧。那个大家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龙吧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整个就是一个长翅膀的大肚子蜥蜴，一定是魔幻大陆的怪龙，和仙幻大陆那些神龙比起来，简直太……去，身材不错。来人，有流氓！别乱叫啊！他喵的，这算什么事？你闯进我的浴池，还不能叫了？没想到这么老套的情节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一世英名要毁了。快去把那个人给我杀死！快！这位美丽的小姐，请听我说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我上！误会啊！游离在天地间的水精灵啊，请听从我的召唤，水龙多。这真的是一场误会。闭嘴！你们几个也快上，把他给我打趴下拖过来。你这个臭无赖，原来就这2下子，我还以为有多了不起呢。这个小妹妹，我刚才真的不是有意冒犯你，我怕你大声呼喊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扑过去抱住了你。闭嘴！什么？这个该死的混蛋竟敢如此侮辱小公主殿下，真是该千刀万剐！属下该死，未能保护好公主殿下。给我起来！这个混蛋信口雌黄，你们怎么能够相信？他离这里很远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发现了他。要不是我想给你们一个表现的机会，我自己早就将他处理掉。哼，竟然敢如此诽谤，侮辱本公主，将他向死里给我狠狠的打！你这个家伙简直色胆包天，居然想打本公主的注意！幸亏本公主英明神武，进一步发现了你的企图。要是被你偷窥到，本公主还有什么颜面？岂不要被人笑话死？好了，再打下去他就死了。上集说到，陈南误走误撞进了小恶魔的洗浴池，小恶魔气愤之下叫来了侍从手，可怜的陈南刚出来游历就被赋予了囚犯名号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刚刚出来游历，便要遭受这番悲惨遭遇。老天，你不会再和我开玩笑吧？
你们说，当我把烈火仙莲献给我父皇之后，他会是什么表情？我猜他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，允许我以后自由出入皇城。嘿嘿，真是太好了！以后我想到哪里玩就到哪里玩，再也没有人会阻止我了。侍卫们一个个都哭着脸，虽然他们是被小公主胁迫出来的，但皇帝肯定不会管这一套，到时肯定会降罪于他。哼，你们都吃苦瓜了，我都向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到时肯定不让父皇治你们的罪。公主殿下，火山口真的有烈火仙莲吗？当然有。哎呦我去！你们是不是害怕了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等誓死要为公主殿下采摘到烈火仙莲。当初师傅他老人家无意中发现仙莲时，它还没有成熟。算算日期，这2天正是最佳采摘时期。公主殿下，我听人说，所有天才地宝都会有灵兽守护，不知道这株仙莲。哦，你不说的话，我还真差点忘了。我师傅说那里有条小蛇，你们不会连一条小蛇都对付不了吧？到时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行。继续赶路。稍微注意一下，守护天才地宝的灵兽随随便便就能打他吗？这个小恶魔的神经还真不是一般的大条。不行，我可不能走在前面，还是远远的躲到后面去吧。败类，你走到最前面去。小恶魔，咦，败类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很不服气吗？难道你要学那些高手一样和我决战什么什么之巅？恶魔公主啊，太好了，要不然我们也来个决战火山之巅吧。众人终于来到了火山口，阵阵烟雾从火山口飘出，一股馥郁芬芳的香气自烟雾中飘出，让烦闷疲惫的众人顿时感觉神清气爽。在火山口的内侧峭壁上，一团火红的光亮透过烟雾传到了众人眼中，香气正是从那里飘来。是烈火仙莲，师傅果然没有骗我，真是太好了。败类，去把那条小蛇引出来。恶魔就是恶魔，让我去当诱饵。这就是那个小恶魔所说的小蛇？他妈的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恶魔臭屁公主，你想害死老子啊！这条蛇好漂亮啊！变态、疯子、恶魔！不好，这蛇已经成精了。公主殿下，这条妖蛇已经修炼有成，不是我等能够对付的，我们还是赶快退走吧。我不是给了你们36支威力巨大的魔法杖吗？这个时候不用，更待何时？点我射！是。看来只能用最后一招了。后羿弓，没想到万载之后还会看到当年仙幻大陆的那把神弓。后羿弓曾经一指不出，万年前便是我父亲的神兵，
依靠此功，1日之内连续射杀3个围攻他的绝世强者，一战成名，威震整个仙幻大陆。后羿宫啊，没想到万年过后，我还能和你重逢。公主殿下，再开一次神功吧！如果这次射到刚才那个伤口，一定能够将妖蛇一举击杀。不行，我已经没有力气拉开神功了。不好，保护公主！我太高估自己的实力了。公主殿下，快逃！我们来拖住她。此时不跑，留着给他做点心啊！玉儿不要惊慌，为师来了。小丫头吃足苦头了吧？老头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再晚来一步，我就被这条臭蛇吃了。我要是早就来了，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被那条小蛇追着咬吗？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们远离这座火山，能退多远就退多远。师傅加油，快把那条臭蛇打死，替我的侍卫报仇。这个中年人竟然能够以一己之力独斗百丈巨蛇，修为果真超凡入圣。鳞甲太硬，从伤口入手。哎呀，老头子你好棒，怎么让臭蛇给包成粽子了？粽子。师傅接后一弓。玉儿，是不是有人曾经用过后羿弓？是啊，老头子，臭蛇身上的那个血洞就是我射的。这下你高兴了吧？我终于拉开神功了。什么？你这个小迷糊，后羿弓1年之内只能使用1次，真是让你害死了。哎，什么？1年只有1次呀？1年只有1次，这怕不是给封印了吧？喂！哈哈，老头子真是有趣。这个中年人居然拿后羿弓当棍棒使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龙，我看到了传说中的龙。天啊，我们在和一条龙战斗！在所有人都万分激动之际，小公主的师傅却露出了黯然之色。只有他明白巨蛇化龙并未成功，他并未完全进化，化龙失败只有一个下场，那便是死亡。蛇兄对不住，我以为你是一只修炼无成的蛇妖，从未想到你这样高傲，力万载岁月来修炼真龙之身。如果不是你已到了化龙的关键地步，我想我们早已死无葬身之地。
师傅刚才是怎么回事？那条臭蛇怎么变成龙了？你看错了，它怎么会变成龙呢？就是龙，人家明明看到了一条龙。人在紧张过度的时候会出现幻觉，刚才你们太紧张了。哼，老头子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总爱胡思乱想。这就是你要采摘的烈火仙莲。啊，怎么只有一半啊？你呀，真是贪心，这等仙草能得到一半就已经不错了，其余的莲瓣熟透后已经掉落在了火山内。哎，真是可惜。师傅，那条蛇呢？被你杀死了吗？它已死在了后羿宫之下。哦，老头子，你今天真是太怪了，明明屠了一条龙，不是一条巨蛇，怎么还会这样无精打采呢？你这个小丫头竟然从皇宫里偷跑了出来，你不知道快要把你父皇急死了。我出来找烈火仙莲，还不是为了父皇？他60岁寿辰时，我送仙莲给他，他一定会高兴的不得了。你这个小丫头真是太疯了，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很危险吗？你怎么能不顾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怎么比我奶奶还要唠叨？师傅，我听人说你年轻的时候暗恋过我奶奶，是真的吗？你不要转移话题。是，遵命。徒儿立刻回返皇宫。你太顽皮了，我真不放心你会安安稳稳的回去。老头子，你不和我一块回去吗？我为寻你而来，原本应将你押回去，但在路上我听人说落峰山脉中出现了一只麒麟神兽，这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啊！我要过去看一看，只是不放心你啊。那不是传说中的神兽吗？这个世上真的有麒麟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你离开皇宫已经半个多月了，你母后为你担惊受怕，为此都已经病倒了，你赶快回去吧。还有，你怎么将后羿宫偷出来了？要知道，这可是楚国的传国之宝，它的作用主用于威慑他国的绝世高手。怎么了？不就是借用了一下吗？我又不是不还回去。你真不知道轻重，神功曾被人封印过，1年之内只能用1次，怎么能够随随便便拿去用呢？好在楚国现在没有什么恶敌，基本上用不到它。知道了。这是龙珠，这真的是龙珠。龙珠体积虽小，但却蕴藏着精纯而又强大的龙力。这是一颗无价之宝。陈南非常清楚这个珠子的功用，在1个时辰之内，龙珠是活化的。如果这时将它吞服下去，而且承受住龙力的强大冲击，那么吞服龙珠之人便能吸收掉龙珠10之3、4的精华，成就一身无上功力。如果在1个时辰之内，龙珠没有被任何人或动物吞服，那么它就会迅速失去光泽，强大的龙力全部内敛到珠子的核心，龙珠的外层会变得坚硬无比，非仙宝级兵器不能破制，也就意味着龙珠内的强大龙力不能够被随意汲取了。他一直渴望获得强大的力量，如今机会就在眼前，但他却犹豫了。此时他想起了他父亲和他的一番对话。天才地宝也许转瞬间就能够让一个人得到强大的力量，成为一名绝世高手，但有得必有失。在他得到一身梦寐以求的功力时，也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问鼎最强者的资格。自外界得来的力量桎梏着他自身力量的发展，是他永远无法冲破的枷锁。即使不能成为最强者，但有机会做一名绝世高手也不错了。能够承受住天才地宝强大的灵力冲击的人，必非凡庸之辈。除了要拥有超绝的体质之外，还要有一颗永不屈服的心。这样的人如何能够忍受永远没有希望的煎熬？最终必会自毁。不会这样极端吧？强者不怕寂寞，就怕在追寻力量的道路上永远停滞不前。吞下去，也许瞬间我就会成为一名强者，也许会立刻爆体而亡。但不管哪一种情况，我都失去了成为最强者的资格。像我这样武功停滞不前的人，也许吞下龙珠是最好的选择。毕竟这是一次鲤鱼跃龙门的机会，难道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？我陈南不需要恩赐。原本光彩流动的龙珠渐渐暗淡，最后光芒彻底内敛，颜色也由金黄变成了碧绿，成了一颗普通的明珠。陈南将龙珠收好，沿原路回返，他一刻也不想停留，生怕被身后的小恶魔公主缠上。朋友，何不出来一见？
你是什么人？为何鬼鬼祟祟的跟在我们后面？我是一个迷路的猎户，想跟在你们的后面走出这片大山。一个猎户敢走进这片山脉深处。我在猎捕一头白鹿时，不知不觉中闯到了这里，结果找不到了回路。洋葱，你上。躲得挺快。这石质化剑气的威力这么小，即使是普通的剑气也要比这强得多。难道是西方的斗气？普通猎户有这么好的武功吗？你若再不说实话，10招之后你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停！我说，无论哪个时代都是强者为尊呐。我的武学修为倒退之后，注定要经历各种不快，虎落平阳被犬欺啊！这位公子，如果我说我是一个学过武功的普通猎户，你肯定不会相信，但我可以给您证明。如何证明？我是一个猎户，自然可以运用猎手的能力来证明。我敢肯定，这方圆3里之内，除了有一只雌虎外，没有其他大型野兽。你真的肯定吗？我肯定。好，洋葱，你带几个人去附近看一看。是，你跟我来。洋葱带着几个人向树林深处搜索，经过了一会儿，远处传来一声鸣啸，几个人随即搞回来一只雌虎。看来你确实是一个猎户。不过我还有些疑问，从这里走出大山，最快也需要3天，难道你追的那头白鹿3天3夜吗？把它给我抓起来！陈南知道自己无法对抗这么多高手，于是选择不反抗。他心中苦笑，刚刚逃离小公主的掌控，却又成了别人的俘虏。三少爷，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先把他押起来吧，我觉得这个人不一般，他在没人动手之前，竟然没有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武者的身份。陈南开始了第2次俘虏生活，但这次的待遇明显比第1次好了许多，至少没有人将他当作私有财产。是你的鸟命！他命有往不由天，是魔是仙，我自己说了才算。天元大陆真是太小了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三皇子殿下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玉公主殿下。一个拜月国的皇子，一个楚国的公主，嘿嘿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三皇子不在拜月国皇城享福，怎么跑到我们楚国边境来了？难道要出使我国吗？出使我国好像不需要跑到深山里吧？玉公主的言辞还是那样锋利，随意闯入他国边境，这顶大帽子我可承受不起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片山脉应该不属于任何国家。三皇子殿下日理万机，怎么会无缘无故跑到这里来呢？毕竟这里已接近我们楚国边境，不得不让人心生疑虑啊。呵呵，玉公主过虑了，我来这里主要是听闻洛风山脉中出现了一只麒麟神兽，想碰碰运气去看一下。原来如此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，连远在拜月国的三皇子都知道了。传说麒麟出圣人现，神兽现世已震惊天下，这件事已在大陆上传播开来。唉，真想去看看那只麒麟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可惜我没有机会了。公主殿下，为何如此说？我们在去往洛风山脉的路上遇到了我师父，他说那里太危险，硬是把我赶了回来，真是扫兴啊！难道是诸葛成风前辈？就是那个老头子呗。诸葛前辈名动天下，武学修为超凡入圣，是我最敬仰的前辈高手之一。是吗？要是被那个老头子听见，一定会欣喜若狂，说不定还会收你为徒呢。果真那样的话，我求之不得。说不定这个老头子已经听见了，现在正犹豫是否真的收你为徒呢。呵呵，怎么会呢？诸葛前辈不是已经赶往洛风山脉了吗？即使前辈他武功通神，也不可能听到几百公里以外的话语吧？这个老头子不放心，怕我再偷偷跑回去，他一直在路上跟着我。看来老人家真的很疼你，怕你出现什么意外。
玉公主，你的这些手下受伤了吗？怎么一个个脸色惨白啊？是啊，我们在去诺风山脉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远古巨人，幸亏老头子及时赶到，要不然真的危险了。真是万幸了，这片山脉经常有怪兽出没，没有一些高手保护你们可不行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护送你们出山。多谢三皇子殿下，不用麻烦你们了，我那个老鬼师傅会照顾好我们的。玉公主殿下不用和我客气，碰到这种事，于情于理我都要将殿下护送出去。况且诸葛前辈也不一定真的跟了下来。三皇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们真的不用你护送了。这里是山脉的边缘地带，几乎没有怪兽出没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护送你们出去，要不然我心里会不安的。那就有劳三皇子了。玉公主，你太客气了。两人不愧出生在勾心斗角的帝王之家，短短片刻功夫就已经完成了一次心理战。小公主领着一干身受重伤的侍卫，遇到拜月国的三皇子后，心中颇为不安。她不相信这是巧遇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对方早已守候在这里。为了自保，她先是咄咄逼人的主动出击，令三皇子摸不清她的虚实，而后又无意间抬出诸葛成风，令三皇子心中颇为忌惮。然而三皇子也绝非泛泛之辈，他心中虽然惊疑不定，但并没有就此退缩，而是想一路跟下去，进一步探听虚实。这两人可以说是满嘴鬼话，胡说八道。地狱的恶魔，快把你们的子孙领走！这个人在路上一直鬼鬼祟祟的跟在我们后面，后来被我的手下抓住了。公主殿下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，当然认识。他是从我宫内带出来的小太监，本来是出来伺候我的，没想到遇上远古巨人时，他第一个就跑了。小李子，你没想到会这么快见到我吧？我靠，居然被称作太监！既然是玉公主的奴才，就请殿下自行发落吧。公主殿下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诸葛成风其实不在，三皇子想对付你。看来我真的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这个臭贼还有几分头脑。我一开始就有一种直觉，他们要对我不利，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动机。拜月国和楚国关系如何？两国近年来关系还算可以，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。这就怪了，既然如此，他们为什么要对公主不利呢？也许他想将公主殿下作为一件礼物送给别人。你这个败类说话真是太难听了，你不知道在和谁说话吗？可能性几乎为零。这就怪了，除了公主殿下之外，什么还能够令三皇子铤而走险？等等，后羿弓！怪不得这个家伙总是瞟向我背后的神弓，居然在打我们传国之宝后羿弓的主意，真是该死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公主殿下的侍卫都已身受重伤，现在无可用之兵，我看还是将后羿弓直接送给三皇子算了。所谓识时务者为，呸呸！各位就在这安心上路。是你个鸟命！还有我不有天，是魔是仙，我自己说了才算。贱人，你当我们没有防备心吗？敢打我后羿弓的注意，拼上本公主的命也不会让你得逞。三皇子殿下，我从来没想过和殿下为敌。我不是和他们从皇宫里出来的，更不是什么太监。那个小恶魔就是那个玉公主，她之所以纠缠我，是因为我知道一件天大的秘密，她一直想从我口中套出。不过她一直未能如愿。你叫他小恶魔，哈哈，你这个家伙果然有趣。你在我面前充其量是个滑头而已，不要在我面前耍什么花样，更不要妄想用什么天大的秘密求我放过你。是真的，我在一个古洞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地图，
我虽然对古文化不怎么精通，但也还认识那几个字，上面有玄武甲3个独体字。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面前胡言乱语！殿下，我句句属实，千真万确，不然也不会被那个小恶魔千里追杀呀。地图在哪里？这个已经被我藏在了一个秘密所在。哼。40米大短刀，一柄破刀，看我如何将它拿起。玉公主殿下果然了得，我手下的侍卫都是以一挡十的好手，想不到还是死伤了这么多。人见你这样做，不怕挑起楚国和拜月国之间的战争吗？嘿嘿，玉公主，你心里应该清清楚楚，今日之事将永远是一个奇案，没有人会知道楚国的小公主在这里发生了不测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件事早晚会传遍大陆。这里没有墙，也没有听风的人。他不是吗？想起来我就觉得好笑，堂堂楚国小公主，赫赫有名的小魔女，居然被这样一个小角色摆了一道。玉公主，你说我该怎样处置你呢？像你这样的绝色佳人，我实在不忍心杀，可是将你留在身边，又要时刻防备你刺杀我，真是头痛啊！想来想去，也只有将你悄悄送人。我想别国的一些皇子一定会非常愿意接受你这件礼物。你做梦！你不要妄想利用那些皇子的力量报仇，或者令他们心软将你放走。你将以私宠的人笨送人，你只是我和别人结成联盟的一件礼物而已。人见你为什么没有将他杀了？忘记告诉你了，这个家伙决定将关于玄武甲的藏宝图送给我。人见你个大白痴，真是笑死我了！你居然相信那个家伙有玄武甲，真是好笑啊！败了好样的！给我杀了他！堂堂一国皇子，居然被小姑娘们出手，传出去，岂不是笑大大？你是谁？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呀，真是调皮，竟然偷偷溜出皇宫这么久，父皇和母后都快担心死了。楚月怎么来了？这下可不好了。姐姐，你是怎么找到的我啊？就知道你不会安分，我给你留下了追踪印记。不自量力。脚底生莲的境界真不是盖的。跪下。好。
好强大的威压！楚月，你未免太欺人太甚。是吗？境界略胜我一筹，36计走为上计。这一次我记下了，下一次你们就没有那么好运了。上集说到，小恶魔公主和陈南被包藏祸心的人剑祸害，陈南见机行事，用玄武甲的地图骗过了人剑，突然发难抄袭了人剑的侍卫，借此人剑大发雷霆，要嘎了他们。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候，楚月大公主及时赶到，救下了他们。楚月凭借着超凡修为嘎了人剑剩下的得力侍卫，人剑眼看大势已去，便夹着尾巴逃跑了，并留下了狠语安慰自己的技不如人。楚月听闻10万大山里出现了传闻中的麒麟神兽，便嘱咐楚玉自个儿回去。陈南心想皇宫里也许有关于神木陵园的消息，便和小恶魔公主一起结伴回去。中大奖了，居然遇到了一个远古巨人，在这片山脉中见到这样的大家伙，实属罕见。远古巨人，我不光见到了会飞的龙，还见到了远古巨人，真是不虚此行。你当然不虚此行了，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一个好丈夫。你这个败类不说话，没人会把你当哑巴。不要说话，我们藏在这里，等他过去再动身。他看着小公主狡黠的双眼，顿时感觉不妙。你如果想惊动那个大家伙的话，待会儿尽管叫吧。不过我会在第一时间将你扔到他的脚下。你干脆封住我的雅穴算了。不会，为了让你慢慢学会听话。你做梦，该死的家伙！果然还是被发现了。后羿弓给我。在这一刻，陈南神情专注无比，眼中只剩下了前方的巨人。他左手用力拉紧弓弦，黝黑的后羿弓泛起淡淡的金芒，天地元气疯狂向后羿弓涌去。陈南和后羿弓仿佛血肉相连一般结合在了一起，一片金光自他和后羿弓散发而出，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以他为中心向四外扩散而去。巨人感觉到了空中强大的力量波动，他露出一丝惧意，止住了脚步。小公主心中震撼无比，她怎么也无法将眼前的男子和那个败类陈南联系到一起，二者之间天壤之别。眼前的男子如山似月，强大的气势如神魔临世一般，让人有一股顶礼膜拜的冲动。在如此过人的气势下，远古巨人仿佛都已不再高大，眼前的男子倒像是一个俯仰天地的巨人。这真的是那个败类陈南吗？这真的是那个臭贼？一击必杀，还是原来的后羿弓？我竟然能施展化天融地弓，这感觉太棒了！之前陈南对他的调笑让他感到羞辱，现在他决定施展化天融地弓，以报复陈南的戏谑之行。想象陈南失去一部分力量后的苦瓜脸，我就忍不住笑意。我的力量在流失，他在做什么？源源不断的功力自陈南身上涌来，令他体内真气汹涌澎湃，体内由烈火仙莲灵力带来的燥热逐渐消失，随之而起的是一股酣畅淋漓的感觉。但后来小公主逐渐感觉有些不妥，当她想停下来时，化天融地功法似乎失去了控制一般，再也无法停息下来，一遍又一遍地运转着。此刻陈南如万蚁噬身一般难受，全身的功力正在被生生地抽离体外，多年的苦修毁于一旦。他心如槁木，万念俱灰，感觉灵魂仿佛也随着如水的真气飘出了体外。然而就在他心如死灰，百念俱灭之际，一股久违了的感觉慢慢浮上了他的心头。他的六识越来越敏锐，16岁之后失去的灵觉仿佛复归本位一般，再次回到了他的身上。陈南激动地想大叫：些许功力算什么？只要我60复锐，灵觉复还，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令修为超越原来数倍，迈入真武之境。和东方的修道者、西方的魔法师一争高下，不再是空谈；踏入仙武之境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镜中花、水中月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陈楠体内向外流失的金黄色真气越来越稀薄，越来越暗淡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陈楠发现了自身真气的一丝异常现象，在金光璀璨的精纯真气中，竟然夹杂着一丝无华的浅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无华的浅黄色真气？难道是他？浅黄无华的特异真气勾起了他遥远的回忆，那曾经的、那消逝的、那永恒的、万年前的点点滴滴，在他脑中一一闪现。曾经有一个谜一样的女子，如划破长空的彗星一般，照亮了整个仙幻大陆。那是一个集美与智慧于一身的神秘女子，没有人知道她的师承，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。她游走于各大势力之间，当时大陆上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曾经闪现过她的身影。她就是谭台玄。那一年，陈楠16岁，家传玄功刚刚达到第2重天的大成境，一身修为在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中当得上第一，正是意气风发之际。在那一年，18岁的谭台玄找上了陈楠。之前陈楠早已闻其名，一见之下立时惊为天人。两人谈古论道，谭台玄所学博而精深，令陈楠敬佩不已。后来二人又大战了一场，结果未分输赢。谭台玄在陈楠家客居那些天，陈楠发现他每日都要修炼一种古怪的功法，那套功法修炼的出来的真气无华无光，颜色浅黄，而且威力甚小。陈楠好奇之下，曾经问过他此种功法究竟有何用处。此乃上古奇功，任你功力通天，不亲身体验，也难以明其妙处。不久，谭台玄便飘然而去。之后，陈楠的噩梦开始了，功力大退，他从云端跌落到了深渊。直到2年后，他在山中遇见了那个如精灵似仙子般的快乐女孩雨欣，他阴霾的天空还有了一丝光彩。蓦然回首往事，陈楠的心冰凉无比。谭台玄的绝世风姿顷刻间烟消云散，他心中的完美女神轰然倒塌。当小公主将陈楠体内最后一丝真气抽离时，他神志逐渐糊，最后彻底失去了知觉。臭贼，你醒了！败类，一会儿我姐姐问起时，你要和她说是你先惹我的，听见没有？陈公子，您醒了。有劳公主挂心了。小妹不懂事，出手不知道轻重，望你见谅。回到帝都之后，我定会找人为你恢复功力。放心吧，败类，回到都城后，我一定找人帮你恢复功力。第2天，楚月一行人离开了丰宁这座边陲小城，开始回返楚国都城。陈楠虽然失去了武功，但心中并不失落，他坚信自己的名字将在未来震撼整个天元大陆。路经谭台城广场时，陈楠一下子窒息了。一座雕像矗立在广场的高台之上，无双的容颜，绝代的风华，赫然正是谭台玄。他不是万年前的人物吗？人们怎么还记得他？万载岁月过去之后，谭台仙子的确早已被人们遗忘了，但1000年前她曾经降临过本城，这是我们楚国为数不多的仙迹之一。人们从那时开始重新记住了谭台仙子，谭台城也由此得名。成仙了，我以为我已摆脱了过去，但为何那曾经的点点滴滴总在我眼前浮现？但台玄、雨欣，小公主看着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败类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我都说了，回到帝都之后找人帮你恢复功力，你怎么还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？哼，臭贼，小气鬼！一儿，不得对陈公子无礼。陈公子是不是旅途太劳累了？要不然我们在这里停歇2天吧。我们还是赶快上路吧。也好，早一点回到帝都，早一点为陈公子恢复功力。一声惊雷在他耳边响起，他才如醍醐灌顶一般回过神来。天空乌云滚滚，波浪翻涌，数十道、上百道金蛇在云间乱窜，隆隆的雷鸣似暮鼓晨钟一般在他的心间回响。刹那间，陈楠有一丝灵异，光阴飞纵，岁月流逝，消逝的永远消逝了，再不可能回头；存在的还依然存在，只有存在的才是真实的。人不能总活再去，只有把握好现在，才能够不遗憾过去。这时他体内本早已干涸的真气，突然如枯木逢春一般再现生机，微弱的真气如蚕蛹一般在他体内游离，慢慢的，细微的真气逐渐壮大起来，在他体内生生不息，流转不停，如涓涓细流，似淡淡清风。原本被小公主化去的功力，顷刻间复归如初。此时他体内的真气比以前更加精纯，陈楠激动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。他不仅功力恢复如初，而且心境也一片光明，一扫之前的阴霾。
风雨过后未必有彩虹，但肯定会有希望，会有光芒。但台玄你竟然步入了仙道之境，上天待我真的不薄，总有一天我会舞破虚空，你等我。陈公子，一会儿我父皇可能要接见你，请你在这里耐心等待。是，草民知道了。你不用紧张，我楚国对于有杰出才能者皆以国士相待，即使面对君王也不必行大礼。以前怎样做，你现在还怎样做就可以了，不必拘谨。陈南长出了一口气，如果要他像别人那样见到稍微大一点的官就要叩头施礼，烦都要烦死了。当楚月来到后宫之时，见小公主正在跟皇后叽叽喳喳地讲着什么，帝国皇帝脸上泛着淡淡的笑意，倾听着。没想到这个人间这样大胆，竟然敢在我楚国边境心起歹意。要不是我不想破坏大陆多年来的平静，陷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一定要派人征讨拜月国。父皇所虑甚是，不因一时气愤而大动干戈。况且人家也没有讨到半点便宜，他手下损失惨重，他自己也负重伤，狼狈遁去。先给拜月国记下这笔账。对了，整个过程中怎么都好像有个叫陈南的人参与啊？玉儿，你说的含糊其辞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楚月将陈南的事情原本本地说了一遍。皇帝和皇后开始时脸泛怒气，而后忍不住露出了震惊的神色。怪不得你这个小调皮言辞闪烁，原来还有这些事情。按照他的所作所为，真的该嘎1万次，只是可惜了他这个人才。这人真算得上一个奇才，只要后羿弓在手，就相当于一个绝世高手。不过他的言行确实该嘎1万次。玉儿，你真的长大了，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你还能够想着他是一个人才，留下他的性命，你已经成熟了，以后我真的不用为你担心了。人家本来就长大了嘛，不过我现在真的非常后悔当初没有嘎了他。留下他吧。我想也应该留下他，毕竟人才难得。那一定要封住他的口，不能让他乱说什么。通过这几天的观察，我发现他不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，他应该明白自己的处境，这样就好。陈南在外等了半天，也不见有什么音信，心中多少有些忐忑。殊不知他已经在鬼门关转了一圈。在修建电路上，一个小时原来你是陈公子吗？是的。大公主命令我将你带进宫去，同时要我告诉你不必紧张，待会儿见到皇帝陛下，言语只要恭敬一些就可以了。陈南之所以紧张，是因为他曾经亵渎过小公主，深恐皇帝怪责。听了宫女的话，他长出了一口气。你曾经对朕的小女儿言行无礼，可有此事？有，草民一时糊涂。你可否知道，你的言行早已该嘎1万次了？不过大公主苦苦为你求情，说你家住山野，不懂礼法，让朕饶恕你。朕本不想放过你，但玉儿也为你求情，说你是个人才，以后可以将功补过。因为这些，朕才没有嘎你。谢陛下宽恕。你是一个人才，只要你以后好好为我大楚效力，绝不会亏待你。谢皇后。以后你不用这样拘谨，即使见到我也不用行大礼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已是我楚国国士中的一员，当然是尹国士，不能对人提起你能够拉开后羿宫这件事。哈哈，楚国有你这样的人才，朕真的很欣慰啊！你不用挂怀以前的事，好好努力，以后朕一定为你加官进爵。谢过陛下。退下吧。好险啊，差一点就和这个世界说再见。差点让这个老家伙给镇住，打1巴掌揉3揉。这个老狐狸先是一顿乱拍，而后又给了我一颗蜜枣吃。恩威并施之下，想让我服服帖帖的为他卖命。这个老狐狸还真是深谙育人之术啊，不愧是在皇帝宝座上坐了几10年的老家伙。陈公子，你在嘟囔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在感叹皇宫怎么这么大呀，我都快转晕头了。跟我来，我领你出去，顺便安排你的住处。那就有劳公主殿下了。骑士府。能够住进这里的人，都是一些奇人异士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本领。以后你就要住在这里吧。不用我做些什么吗？你暂时先住在这里吧，过几天我会找人帮你恢复功力，而后再找人教你一些高深的武学，以便你能够更好的掌握后羿功。不过你不要乱跑，在和别人不熟悉前，千万不要随意闯进他们的院子。怎么了？
这些人当中，有的人精研毒术，以至于院中到处是蛇虫、毒草，误入其中就可能身中剧毒；有的人则钻研魔法，强大的魔法能量可能会随时毁掉整套院落；还有的人，这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怪人啊！简直是个恐怖组织的聚居地。这里卫兵很少，但每天都会有几个身怀绝技的骑士轮流巡守，所以这里绝对安全。完了，逃跑大计泡汤了。那个完犊的家伙，古刀魔法的破坏狂，不会住在我隔壁吧？陈南住进骑士府后，开始精研自己的家传玄功。如今他60敏锐，灵觉尽复，又恢复了16岁以前的自信。他有信心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名绝世强者。澹台仙子在他体内布下的浅黄色无华真气破除后，几日以来他的修为一日千里。修道者、魔法师，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武者修炼到高深境界时的修为。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在骑士府响起，整个府宅都跟着一阵晃动。陈南在第一时间跑到了院中。不会吧，我居然真的和那个爱古刀魔法的破坏狂是邻居？嘎嘎，虽然又失败了，但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嘎嘎，小子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小样新来的吧？这简直是一个老巫婆啊！是的，前辈。老巫婆利用风系魔法中的漂浮术来到了陈南的院中。小花别乱跑，小花不要害怕，快回院中去。死老太婆，你又在搞破坏，吓得我家小花到处乱跑。你一天到晚怎么没有一刻能够保持清静啊？嘎嘎嘎，老毒怪，我又没跑到你的院中去，我在自己的院中进行魔法研究，关你屁事！你惊扰了我的小花、小绿、小金，你这个疯婆娘，整日无所事事，就知道搞破坏。老毒怪，你侮辱了我的人格，玷污了我伟大的魔法研究事业，我要惩罚你！啊！你竟敢对我下毒！闪电波！老毒怪，快给我解药，不然我彻底将你电熟！今晚吃烤排骨。死老太婆，解药都被你电成灰了，我怎么给你？你快把我恢复过来，我赶紧给你配解药。两位前辈各让一步吧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们都会没命的。好吧，老毒怪，我先将你一半烤熟的排骨变成生排骨，余下的一半等你为我配置好解药再说。把这瓶里的东西喝了。老毒怪，你竟然拿那么臭的药水让我喝下去！死老太婆，你讲不讲理？你不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吗？那是货真价实的解药啊！放屁！解药有那么腥臭吗？老太婆，你蛮不讲理，言而无信。我救好了你，你却恩将仇报。嘎嘎！要不是你偷袭在先，我怎么会中毒呢？你是罪有应得。胡说！即使我不先动手，你也会对我施展魔法的。我只不过是先下手为强而已。这个，两位前辈，我看以和为贵吧，不要伤了和气。我没意见，只要把我身上的灼伤治好就行。前辈，您还是赶快为这位老伯将伤势治好吧，要不然别人还以为咱们在院中吃烧烤呢。嘎嘎，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晚辈叫陈南。嘎嘎，我记住了。随后，老巫婆念动了一串长长的咒语，一片圣洁的光辉凝聚在老毒怪的身上，原本受到严重灼伤的肌肤渐渐恢复了生机。你这个小子还不错，如果有什么人敢欺负你的话，你尽可以来找我，我帮你出气。小伙子，我也觉得你不错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就是那个混蛋，他再强，他也要吃，他也要喝吧。嘿嘿，我就不信他每次都能躲过我的毒。
陈公子你好，我叫纳兰若水，已是骑士府中的一员。纳兰小姐你好，欢迎前来做客，屋里请。风景加上美女，让我这小小的屋里头蓬荜生辉啊！这些日子以来，陈公子感觉身体有什么不适吗？除了失去了功力，没有什么不适之处。我们开始吧，蹲下，把上衣脱了。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怎么样？你感觉经脉中有真气流转吗？没有。那蓝惹水不知道的是，陈南有意隐藏功力，再怎么努力治疗也白当。这样啊，可能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一些，没关系，我们明天继续。我相信治疗一段时间，你的功力会恢复的。那不打搅你休息了，小女子告辞了。我送你。美女名医，淡然出尘，宛若空谷幽兰。如此年轻就已是一名医学领域的骑士，当真天才啊！小子，你在淫笑什么呢？没有啊，还说没有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从实招来，是不是在打人家姑娘的坏？老婆，你是不是一直在那里偷窥啊？什么偷窥啊？我只是有些好奇而已，一不小心就听到了，看到了。一不小心？是啊。对了，小子，你怎么会失去一身功力啊？还有你会些什么？凭什么住进了骑士府？我能够拉开后羿宫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能拉开封印的后羿宫？怪不得你这样年轻就住进了这里，你还真是国宝。他喵的，这个破坏狂，我的宝贝一定又被吓坏了。收。哈哈哈哈哈！家传玄功终于突破了第2重天的限制，迈进了第3重天。你恢复功力了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会这样问？我感觉有什么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了，你的身上好像多了一股别样的气质，难道不是你的功力恢复了？怎么可能？可能是我的错觉。好了，我继续为你斟酒吧。从此以后，那蓝惹水几乎每天都要来一次。经过闲聊得知，陈南不会写字，就这样上午给陈南斟酒，下午教写字。年轻人这么喜欢历史啊？比较喜欢，但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古籍，最早也就追溯到5000年前而已。你喜欢看古籍？你能够看得懂上面的文字吗？我对古文字还有些造诣，差不多的古籍都能够看懂。这里全是古籍，大多都是价值连城的古本，你若是都看得懂，这里无疑是一座宝藏。这些书籍当中有许多关于武功、魔法、医药、毒素等的著作，有许多都是失传的绝学。陈南等他说完，便津津有味地看起书来。天啊，医生手札，我不是做梦吧？谢谢你。今天是不是在找一本医书整理出来送给他呢？经过这些天，不知陈公子的功力有没恢复？并没有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毫无道理啊！若水从不打诳语，他说你的功力理论上可以恢复，而且重新修炼武功也不应有什么影响。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古怪，手握着后羿弓的感觉很特别，我仿佛觉得体内的真气似乎有复苏过来的迹象。当真？真的，我确实有那种感觉。那好吧，我将后羿弓放在你这里。不过我要派一些人手来守护，毕竟神弓乃我楚国传国之宝，万一被贼人知道，来这里来盗窃就不妙了。公主殿下为了我能够恢复功力，竟然将国宝相见，如此恩德，我若恢复功力，定当誓死报效楚国。如此甚好。派人是防止盗贼偷窃，还是怕我带着后羿弓潜逃？这一天，陈南和往常一样在书库。年轻人，你很不简单啊！小小年纪，修为就已如此惊人，而且还懂得古文，真是奇才啊！
老人家您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年轻人，不要再演戏了，我对你并没有恶意。其实自你第一天踏进书库起，我就已发现你是一个高深的修炼者，修为应该刚刚达到第3阶。老人家果然目光如炬，晚辈在前辈面前无所遁形。年轻人，你在寻找什么？神木之谜。那你可有发现？没有，我几乎将整个古书库都翻遍了。真相早已湮灭在历史当中了。若想明白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恐怕只有踏入仙境才能够有所了解。这是一座坟墓。当然，活人谁住在地下？他是已逝的盖世人杰。死了！这样一位绝代高手，竟然死在了飞剑下。我有一本书，就是从这里得到的。从书上的那些字体判断，这里的一切距今都应有6、7千年了。而这位前辈的身躯竟然不朽，依旧昂然不倒，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。这位前辈功力通天，竟然将肉身凝练成了不灭之躯。强者永远是强者，死后气势依然如此过人。走，上去观看。妖道成仙，天理难容，斩妖除孽，以警天下。妖有一地，恰逢归来，重伤之躯与之相抗，为天无力，同归于尽。昂藏之躯，寂灭妖洞，无身蒙羞，自封于此。原来如此，虽然妖道刚刚踏入仙道之境，但毕竟已是仙人。这位前辈豪气凌云，竟然灭掉了仙人，佩服啊！是啊，要不是他漏算的力量，恐怕这天地间又多了一位强大的武仙。生前神功盖世，顶天立地；死后形体不朽，昂然而立，千载霸气，凝而不散，绝代豪雄，睥睨人间。哈哈！我现在对武道充满了信心，仙人何其强大，但还不是被一个武道巅峰者灭掉了。我带你去妖道的修炼之地看一看吧。一个阴森而又恐怖的万人坑，寂静之中仿佛有万千生魂在嘶嚎，令人头皮发麻，心生寒意。这就是妖道的修炼所在，真是惨无人性啊！为了满足一己之私，竟然屠戮万千生灵，这样的人成仙，真的天理难容。年轻人不必害怕，我是一个习武之人，怎么可能再去修道呢？况且是凶险万分的血修之道，习武之人改去修道，非经天纬地之才万难做到，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。我只是借鉴一下那本邪书中某些独特的见解而已，就是需要生血。我想御膳房每天宰杀的那些牲畜也足够了。这里有古阵，不错，想来是当年的妖道部下的。如果在这里修炼，定会事半功倍，不过风险也必然会增大。修炼如果太过顺利，没有经历过与之相应的心境磨砺，定会令心魔滋长，很容易走火入魔。所谓有得必有失吧，这个世界是平衡的，人要学会拥有，懂得放弃。妖道当年太过贪婪，部下聚集天地元气的大阵地，屠戮了那么多的生灵，要不然也不会惹来杀身之祸。说是一回事，做是一回事，许多劣性扎根于人的灵魂深处，面对巨大的诱惑很难把持。比如说现在你有可能得到一位绝代高手的盖世功力，你能不动心吗？动心，当然动心，不过我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呢？我虽然动心，但我最后会放弃。为什么？得自外界的力量始终不如自己修炼得来的精纯，我怕它会桎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。年轻人，你很自负，不过你有自负的资格。我就不行了，死亡时刻威胁着我的生命，若有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我绝不会放弃。年轻人，你肯助我一臂之力吗？让我摆脱死亡的阴影。我的修为和您相比差远，如何帮您？这和修为没有关系，如若你我合力，定能够将那位绝代高手体内的力量激发而出。陈南心里非常不愿助这个心机深沉的老人，更不愿意亵渎那位绝代高手，但考虑到他目前的处境，他不得不答应老人的请求。待会儿你用心去感应他体内的力量，而后引导他出来，我在旁边协助你。得罪了。
一股复杂莫名的情绪仿佛自亘古悠悠而来，传进了陈南的心间，让他在瞬间仿佛经历了千年光阴，心中失落无比。突然，异样的波动似乎和他产生了共鸣，一股磅礴的力量在不灭体内开始汹涌。他在心中暗暗做了一个决定，绝不能将这股庞大的力量引导而出，注入老人的体内。他觉得这个老人心机太深沉了，始终让人看不透。如若让他吸收这股力量，不知道会引出什么可怕的后果。除了那丝异样的波动，我没有感应到任何力量在这尊不灭体内流动。还是不行吗？自坟墓出来后，在书库里，陈南心中忐忑不已，他生怕这个心机深沉的老人将他再次灭口。年轻人不要害怕，我不会对你不利，你是我楚国的后备英杰，我怎么会毁掉楚国未来的绝世高手呢？